道道全傲娇的香菜，下节更精彩。道道全傲娇的香菜，现在继续。这里是由道道全冠名播出的傲娇的香菜，油酸高达 75%， 道道全高油酸菜籽油。满目琳琅的街头美食中，想要脱颖而出，比的就是谁的味儿大。这些被鲜艳色泽包裹住的卤味，总是引人注目。如果将一切还原，正是这一锅沸腾着的卤水，促成了原味到风味的蜕变。高汤、糖色、卤料包是3大法宝，伴随着这不歇的沸腾，卤香味飘散到湖湘大地，化成百般滋味。一到夏天，湖南人是枕着小龙虾入睡的，一盆虾10个手指数不过来的做法，让人各有所爱。在不同的派系中，卤虾是争霸武林的大一统招数，任何夜宵店里免不了都有一摊红红火火的卤虾，吊着路人的胃口。3、2、1，再转上班弄下子我就嘛小心打火，转上班弄下子我就嘛小心打火，续集也好，填饱心底也好，填饱心底不走了。长沙是最大的麻红男人。人有个瘦，还讲这个有肌肉，这是虚假宣传。在高手如林的卤虾江湖中，有一位不按套路出牌的段子手陈明，人称没有肌肉的肌肉哥。第46号，第46号的哪位有它这个虾肉啊是很弹很弹的，它是一组的那种小肉球在你嘴里啪啪啪啪一直爆过去。肌肉哥虽然没有肌肉，但是他的肌肉全在这个虾的肉里面。肌肉哥可以没有肌肉，但看着个头饱满、呼之欲出的火辣卤虾，实实在在地配得上名副其实的称号。为什么叫乱拳打死老师傅？在我做之前是没有人用这种大虾做卤虾的，都是那种中等规格的吧，而且是3斤送斤。这一个就是标准的7、8、9的青虾，你看钳子很小，屁股很大，市面上用的一般是4到5，也就是说比这小一半。乱拳打死老师傅，这是陈明在卤虾界杀出一条血路的经验之谈。传统的卤虾选用4至6钱规格的青虾，陈明一改陈规，将虾的个头翻了1倍，引得同行纷纷效仿，让小虾退出了历史舞台。活虾现烹，第一要义便是大火油炸，以秒计，数到8。大脑甚至还没来得及思考，一锅璀璨的虾便闪亮登场。炸到头壳和身体衔接处微微分离，将是接下来入味的阀门。文火缓慢卤制，复合的辛香逐渐进入虾的肉身，奠定着卤味的基调。卤料的香辣回甘，虾肉的肥美清甜，对时间的再次把控，掌握着入味的平衡。剥开虾壳，虾肉弹跳而出，标准的弧度宣示着鲜活滑嫩。恰到好处的卤香如蜻蜓点水般挠拨舌尖，回味无穷。闻着3分香7分藏油中，
道道全经典原味菜籽油经低温物理4步法榨取，保留了浓郁的菜油原香。高温下激发着鱼肉，散发出一股诱人醇香。道道全经典原味菜籽油。其实现在这个是5、3、4、5、6月份这个进价应该是20几块钱。为什么在4、5、6月份虾的价格会偏低？是因为有一种虾是稻田虾，市场上面的虾还是比较多。但是你像现在这个季节，虾就没钱赚了，同行们都叫苦连天了。这个行业就有点畸形。对，他赚钱一年只有3个月。卤虾是门过期不候的生意，夏季短短的3个月是产虾的旺季，但到了冬季，鲜虾不再肥美，生意就会直线下降，这是所有龙虾馆的痛点。冬天的时候，我们长沙有龙虾店的老板是到非洲去搞虾，我问你们这样有必要吗？他们没办法。为了不坐以待毙，陈明必须另寻门路。于哥哥，你要在这里吃员工餐啊？那虾子现在品质慢慢缩起来了。我晓得，我们也有这个问题嘞。那个肉质那个人就会反映这一些冒着鱼味。对吗？淡季的时候呢，我们卤虾确实是在长沙是拿望远镜找对手。但是这个季节到了，卤虾下架了，我们就变成了观感司令，所有人都是我们的对手。那确实要产品。反正一到这个时间点，我反正就是来寻求你的帮助，师傅。陈明此次求助师傅，为的就是开发新的口味菜，在冬季也能吸引客人。不是虾啦，卤一下，然后再炒一下，看味行不行不？卤味是2个人的优势，师傅提议拿卤罗氏虾小试牛刀，这让愁容满面的陈明暂时放松了下来。你这个店子，别个来的一次绝对会来2次，但是你要让别个来第1次。我告诉你，我是拍到，对，你明天就搞到虾子，你把镜头从前面一打过来，把这个虾子一翘起，不是看名副其实的虾子，是这样晓得吗？不是看名副其实的了，是好晓得吗？我才是他师傅，我是他师傅，欢迎你们，我们老子那有气势。我是高的师傅，这样高了。相比于小龙虾，罗氏虾不挑时节供应，但肉质较厚。想要成为比肩卤虾的冬季爆款，核心在于入味。开背后能更好地进入卤汁的味道。入锅煸炒，佐料的辛香气息窜进卤香味的虾肉。表皮酥脆，肉紧而嫩，富有弹性和嚼劲。可以啊，有那货吗？有入味了。卤的时间还长一点，大火卤个3分钟。是油可以沉点下子，然后把虾子多喝点，里面让它在油脂慢慢的味型里面浸到虾子里面去。看到80%应该是差不多的，关键是现在还没有同行是这样去做这个卤翅虾。叫什么名字了？什么的，我也不知道哎。拯救名副其实的罗氏虾。小小的一次尝试，是否能为陈明带来突破，还需要时间的检验。如同长沙这座火热的城市，创新的基因早就刻在了骨子里，孕育着湘菜的新生。武冈，一座近2000年历史的小城，旧时被称为都梁。伫立了1000年的古城墙和宣风楼是这里骄傲的地标，它们饱经风霜，见证着岁月流转。这里的鲁菜和古城一样，
有着深厚的底色，低调而不张扬，沸腾在这人间烟火气里，历久弥香。鲁卫军老安记鲁菜的第3代预备传人，这次他反复试验卤煮香干，为的是几天后婆婆对他的考核，看他能否顺利接下祖传老店。你看到吗？Q 弹 Q 弹的豆腐，哇，好烫！好香好香，很好吃。没卤的豆腐呢，就像清纯的少女一样，嫩薄嫩薄的；卤过的豆腐呢，就像我们40岁的女人一样的有韧性，乘风破浪之后的成熟感。在武冈五花八门的鲁菜中，卤香干是最接地气的一种，讲究的是时间对味道的积淀。黄嫩的豆干变色后捞出，沥干后再继续放入卤水中，反复5次最佳，被称为5进5卤。武冈的卤水有着上百年的历史，最鲜明之处在于以药为卤，以糖上色，经小火慢炖、大火猛煮，草药香被彻底激发。被淬炼得干瘪发黑的武冈鲁菜，其貌不扬，实则柔韧劲道十足，散发着悠远的余香，只在等待慧眼识珠的伯乐赏识它的本真。在每个武冈鲁菜店里，卤铜鹅有着专属席位。铜鹅，武冈特产之一。浅灰的羽毛、红色的嘴和蹼，都是它不凡的标识。在武冈，农家的铜鹅遍地跑。卤好这种当地特产，既是门槛儿，又是荣耀。夏婆婆是老安记鲁菜现任掌门人，辛苦了大半辈子，最近迷上了京剧。4点半过来我回去了啊！我回去15年到卤场，我也回去看去。回去了。一定要把我个决心，我个修炼绝不要绝出他。哎，嫁给他个幸福，我家做好我就，为了我就我就可以。弘扬国粹，把国粹吃好，天天快乐，就这个实在。看夏婆婆迫不及待的模样，必定是对儿媳信心十足。另一边，鲁卫军正小心翼翼地卤制铜鹅，能否出师，在此一举。看到6、7个不到6、7个，今天这个卤得很好哎。哦哟。鼻子落烂了，没小心，他落久了。但是我是按你这样做的呀，你怎么说我怎么做的呀，我也没有哪一步处减少。夏婆婆的望闻问切，便知一锅卤鹅是否达标。还要5分钟，这让鲁卫军百思不得其解，究竟自己差在哪里？一切按部就班的操作，还是出了纰漏。这个鹅嫩的晓得吗？
我又冷又老，下次我就知道了，会注意的。大鹅做一个，小鹅做一个，就我它小的，它就有点懒又冷，晓得吧？这个我就报废了，留到日记去了，晓得吧？大夫弄得好，可以到北府了。我也发了信了，把我日子家里煮的米饭全部告诉你了。那个5块钱的哪个嘛洗不起我个卤菜？像我们这一辈，也是很多人吃他的卤菜长大的。做这行太辛苦了，我们就觉得他应该放松了，他应该去享受一下他的老年生活了。我是你晒过的嘞，好的老了要摩擦才胖要晒。我妈妈说，这几年我还是给你们看的，你们自己要慢慢的学，一定要达到我那个经验水平。等我退2型的时候，我的老安接出去，大家都还记得，都觉得你们家是最棒的。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精神。他心也练，也吃得苦，有事做他一定把它做好。我跟你一起做的，我们做的我一起吃过的。大家说我卤菜做得好，精致吃的。自己也有感情，讨厌门前的老猪老鱼鱼，消磨了早饭，别再说自己不等行了。他每天多给你一个太阳。一锅不停沸腾着的卤水，一间狭小的门店，几代人的传承，这是武冈大大小小卤味店的共同特征。在斗转星移的变迁中，能让武冈人产生交集的，似乎只有这口老味道。它不仅沉淀了岁月，也凝固了回忆。常德位于洞庭湖西畔，境内400余条大小河流蜿蜒其间，典型的湖区风貌。来到这方被水滋养的土地，吃是头等大事。南青安小切末的有辣的，有微辣型的。常德人嗜辣，在整个湖南省能排上前3甲。看他们吃酱板鸭，辣的做不了声，却嚼得停不下来，透露出骨子里的倔强。嘴巴停不下来，吃起来才爽。这个麻的时候得切到穿出，它麻出来有后些，别麻下去。这样麻的话，还得停些。如今风靡全城的酱板鸭，源自于谭百科25年前与江浙甜板鸭的一次邂逅。吃不惯甜的，傲娇的常德人将它卤成辣的，而且越卤越深，卤到面目全非，硬是将饱满的鸭变成了2维图形。板鸭造型如板，笔直如松。腌好的板鸭被竹竿撑得4平8稳，只有这般造型，才能均匀地接受炭烤。随着脂肪蒸发，肉质也逐渐干紧，令人回味的炭香也渗入内里。野山椒的辣，各式佐料的香，让鸭身360度无死角入味，里3层外3层，香入骨髓。假如卤味有段位，酱板鸭必是香卤的王者。手一扯便能撕成馅，吃的就是一种茶余饭后的悠闲，一种过瘾的人生滋味。
像这种味道的呢，这种老鸭子，这个480克老鸭子，酱板鱼也有啊。忠实的老顾客是吧？年年回来都在我这里买是吧？谢谢。我们从常德回到长沙，我会买很多姜母鸭回来分享给我的好朋友，我想让他们尝一下我从小吃到大的东西。过年的时候想到爸爸妈妈和爸爸妈妈一起在吃，就很温馨。对于常德人来说，一只酱板鸭便是一生随行的香味。常德人的深情与爱意，就像这被时间包浆的酱板鸭，时间越久，味道越浓，情谊越深。位于湘南中心的衡阳市有个浪漫的名字，叫做雁城。据说大雁飞到此处就会歇息。每当清晨第一缕光洒在雁城的街上，男女老少都会去巷口等着吃一碗卤粉。取粗圆米粉，在开水中煮过几分钟后，趁着最鲜滑的时候放入碗中，淋上适量卤汁，再加上几块切得薄薄的卤牛肉片，各种各样的酱菜随意搭配，既简单又丰富，让这个城市的心思都泡在了卤味里。周建斌，红鼻子，人如其名，每天在店里上蹿下跳，有使不完的精力，为的就是让顾客吃一碗地道的卤粉。我用拌粉拌起围起来好吃些，有些不写拌粉给两把这个炒又不得，我要这个拌起来夹起来的嘞，哎，给我拌均匀的，我分一根根全部进味了，你看到吗？可以了，绝对好吃。谢谢老板，太客气了。来，扎着马步，带着笑容，红着鼻头，是周建斌教人拌粉的招牌动作，生怕客人不懂赏味。能如此热情地安利自家的粉，来源于他对口味的自信。为了看2份卤水的你，为了自己，谢谢。而口味不偏不倚，正是其中浓缩的卤汁。卤水用高汤打底，猪骨、牛骨整鸡下锅，在7、8个小时的催化下，奶白浓郁。我那个卤水原汁原味，我的就是用豆豉，像蛇要好看啊，香味比较醇厚。卤粉和卤水啊，卤味一定不能重，轻卤个形式。还有南粤豆鱼非常出名，我家卤汁特别挂粉，就是比较浓郁。将味道推向高潮的，便是这新鲜的牛腱子肉。4小时的炖煮，让肉香和卤香融合，是卤水甘甜鲜香的点睛石。如果觉得牛肉的价值到此为止，未免也太过轻敌。卤牛肉放入热油中，猛火一炸，牛肉的脂肪被逼出，混合着卤水一起构成了层次丰富的卤油。30克卤汁，8克卤油点缀，精确的数字拿捏着10克的味蕾，撒上酥脆的黄豆和葱花，盖上炸好的牛肉和锅烧。筷子一搅一拌，卤香味像蝴蝶效应般蔓延开来，钻进每一根色白如玉带的粉上，大口一嗦，唇齿留香。好香！老板，给我来碗衡阳鱼粉。好。老板，来碗你个31-5杀猪粉啊。好。衡阳人可以为了1碗粉走遍一座城。我听我不给你个，你个粉几下个？小小的米粉行业，层出不穷的辛苦。哦呀，这汤粉好来呀！哎呀，这粉好香。周建斌的口舌不敢松懈。
口味好劲那个，我猪肉好嫩，这是娃杀锅的，锅鱼炸糊的，味道是蛮好，但是软寒了，把个鱼头和鲜味盖了。肥鸭我觉得压个头大，脆些有嚼劲些，又做好一碗粉啊，筋都不容易，下去。几碗粉下肚，周建斌还是没品到儿时的味觉记忆。这个粉啊，现在吃来吃去啊，我觉得我都吃麻木了，总是找不到小时候那一碗米粉的感觉了。让周建斌念念不忘的儿时味道，是他老家长宁县特有的椰粉。如今，这碗朴素的米粉已经退出人们的生活了。为了还原它，周建斌打算自己动手。老板，你特意买没？特意啊，没得，这里你特意买，没得特意买了。你特意买没？没得。你特意买没？你特意买没？老板，你有特意买没？我没得特意。没得啊？没得。哪有特意买的？哎，我是不是特有哎？是特有啊。哎呀，我找好久了，找个特有。豆油是黄豆自然发酵而得，是椰粉中的灵魂酱料。是小时候味道吧？我想一下啊。口感偏苦，却深得长宁人喜好。好香，小时候味道。哎，它椰粉这茶油，它把这枸杞，它自己刮起，茶油。湖南人吃米粉讲究铺上满满当当的配菜，称为盖码。而在一碗素净的椰粉中，全靠辛香佐料的随心搭配。热油一淋，肆意搅拌，便能让人嗦到厚辣爽口的滋味。哎呀，这粉好香啊！小时候味道了，好多年没吃了。小时候吃的谈不到哈。好茶好茶。没茶啊，好茶。卤粉的底味就来自于椰粉，我们卤粉是干拌的噻，是吧？对。你那碗卤饭就是这个椰粉上的新几个。其他的地方都没得我国家帮你提过家椰粉茶，所以一时想念国家，加上国家椰粉茶。椰粉儿是我国一个记忆，但是我想下一步呢，把红皮卤粉做成我下一代人甚至更多人的记忆，也眷恋下去。餐饮啊，每年都在变化，但唯一不变过就是你个初心。一碗椰粉是周建斌味觉记忆中的灯塔，点化了他事业上的困惑。把卤粉做好，做成下一代的记忆，靠的是本味，也是初心。寻找新的突破，等待着实至名归的一天。拿着接力棒，在经验里蓄势待发，初心不改。哎，牛胸卤粉，加8分，老板，加8分。是任何新口味都无法替代的情怀。他们的人生就像这醇厚的卤味，从简单的底色到丰富的阅历。坦然地接受每个阶段的自己，等老了再回首，就会发现生命既多了厚度，也多了滋味。油酸高达75%，道道全高油酸菜籽油。道道全提醒您下期看点。人生四喜，一年四季，不同的人生况味皆流转于一张餐桌。